你们都听说了吗？广州自来水涨价计划在听证会上选票通过了。南方都市报道听证会上是有17个人的，全部都支持涨价。广州总人口约2000万人，那么每人每个月按多出的5块钱，平均计算的话，等于1年老百姓的10个亿被拿走了。那么水电汽油这些稍稍提一点，就会收获一大笔钱。谁叫中国老百姓基数这么大呢？广州的水费提价是明的来的，道理说了一大堆，成本提高促进节水，早就该提了，非提不可。原来我是有2点感到疑惑的。第一点就是这17名一致赞成提价的议会代表是谁选出来的？他们能代表广州近2000万市民吗？他们有能力对这些某单位提出的方案进行调研、数据分析加以审查吗？如果这些人是单位挑选的乖乖猫这个认证会呢，那就是自我认证、循环认证，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做样子，收入没有增加，各种刚性基础再提高，水费、电费、汽油费公交费高铁费大学费这些什么医保基础费等等都在增加的。单线看似乎不高但是呢加起来老百姓就会受不了。第二呢就是提价方案在全市征求意见，仅仅收到了17条反馈的意见，大家觉得气不气死？广东老百姓真的是这么富足吗？对自来水提价如此迟钝吗？这是因为老百姓可能觉得这种征求意见就是走流程提意见也是白提，所以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就会很低。果然众多老百姓不愿意提价了，也没有任何可能阻止的方案通过，因为在认证会上他们被人代表了，一致同意提价。我在想，如果老百姓的真实意见的话，长期不能左右单位某些的重要决策，老百姓的意见长期被莫名其妙的某些人直接代表了，这样的社会治理是会很令人担忧的。另外，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不光是水费在涨，燃气费在涨，电费、高铁费都在上涨，似乎呢公共基础服务提价已经成为了常态化了。为什么这些基础服务领域价格都在涨呢？而且集中都是在这个时间段，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之前不涨价是因为财政兜底，关键在于房地产行业。最近有句话比较火的就是1亿房落万物涨，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对吧？但是呢也客观的反映了一个事实以前有一些土地作为支撑呢房价当中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地价了，一旦房子不好卖了，就导致土地卖不出去，那么地方税就会减少，同时呢财政的压力就会增加。你可以这样理解，之前有卖土地的盈利可以补贴公共事业，就相当于这笔土地税被拿来补贴了给这个民生领域，修建一些基础的设施严格来说就是相对的低的水价、电价、燃气、火车票等等都是因为有土地财政在兜底嘛，是因为地方财政不缺钱。同时中央财政呢还有一大笔这个拨款嘛，现在盈余有限了，甚至一些地方都出现了赤字负债所以补贴就会减少了。以前是靠卖地补万物，现在是靠万物来调价了，达到一定的平衡，所以呢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的，生存的问题摆在眼前，谁都跑不了。广州现在执行的价格呢2012年实施的，至今呢有12年了，也就是说国内物价10几年了，一定是涨了不少的。那么自来水价格却维持在12年前的水平。还有一个参考就是2012年广州人均收入约为3.8万
2023年约为8万，涨了超过1倍啊！还有那么多基于这些因素，广州调价是市场需求。个人认为啊，接下来甭管是地铁、公交还是医疗和其他基础的服务领域了，以合租方式价格调整是大概率的。不光是财政补贴不起啊，今年的 CPI 目标是3%。简单解读就是促进物价温和上涨。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普通人买得起的东西可能还会涨价，买不起的东西可能还会跌，因为这是一个传导的链条，我们都会处于这个经济周期中，任何经济周期的变化都会影响和冲击到每个人的钱袋子，俗称通杀。你觉得呢？欢迎大家留言。接下来老百姓啊，看来是捂不住钱包了。有专家建议水电尾气都要涨价了，因为10年没有涨了。看来老百姓啊，不花钱是不行了。水电气全面涨价的时代已经来临，涨幅可能还不小哦。有网友表示不干了，我那工资10年都没有涨了，你给我涨价。也有可能会嘲笑说，这能涨几个小钱呢？其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民生才是最挣钱的行业。这几十年不涨价，为什么突然涨价呢？因为土地收入熄火了。02年一年土地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全国8.7万亿。在2023年是多少呢？是5.8万亿的，相差一共是2.9万亿，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很多一些地方呢都没有钱了，那没有钱怎么办呢？土地财政不行了，得从其他地方下手了。所以现在没有钱的话，第一招办法就想到从电价上面开始涨价。有湖北的 IP 网友发文，电价要涨了。电价的调整是从2024年的6月1号起。取消了封堵计价的，改成分段计价。分段计价呢是共分为5个时段，甚至称还有一些是有这个20天的缓冲期呢。其中广东、湖南、安徽、江苏这些地方都公布了电价的调整方案，最高的涨幅高达30%。未来电价上涨是必然的条件，而且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地方都会跟进这个方案的。第二呢，就是燃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前重庆燃气这个事情炒的还是翻天覆地的，那是因为价格一点都不透明了，老百姓心里就不踏实嘛。虽然后续就是这样子不了了之了，但是继重庆事件之后啊，深圳啊、福州、镇江等等这125个事件之后呢，也就是有很多地方相继的发布了这个天然气的涨价的方案的。除此之外呢，水价也得涨了。过10年又一次的上调了这个水价，而且呢，最高的一个阶梯是涨幅超过了50%的。这是哪个城市呢？答案是上海。那么还有哪些城市暑假会上涨呢？有广州的新方案，涨幅价格接近34%，还有咸阳啊、南充、曲靖等等这些城市也都涨幅在10%到50%不等的。有专家就说啊，中国城市的水电气价格呢就是偏低了，至少还可以再涨几倍。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水电气呢、公交、地铁这些产品啊，国家是为了保民生嘛，都会把价格压得特别的低，然后呢，某一些单位呢会给这些企业一些补贴嘛，这么多年呢就是这么运转下来的。那么这几年运转下来呢，土地财政啊现在不行了，所以补贴现在也补不起来了。但是啊，水电气呢这些是不能停的，那要把这些成本进行分摊了，就只能通过涨价来让大家一起分担这个成本了。那涨几倍合适呢？就差不多要涨到可以让这些企业正常的运行这种状态。这无疑就是意味着咱们现在的生活成本会有所增加了。虽然生活成本增加了，但是这些消费都是刚需，不能像买房子、买车子一样是选择性的去消费。但是呢，这些水电气啊就不一样了，它是属于消费必须的、刚性的，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替代性的。即便涨价了，你还是得弄。那么还有网友会说了，这点小钱不算什么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它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消费耶，它的基数极其庞大的，而且庞大的有点吓人啊。
前面有国家有一些各地的地方单位为我们补贴承担嘛，那现在呢换成需要我们自己进行分摊这个成本了。好了，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